大家晚上好，看到我了吗？有声音吗？应该是有的吧。先问一下，有看球了的吗？对吧？这个世界杯开始了呀。我自己呢是没有任何看球想法的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没踢过，但是呢，一直属于是，反正踢的也很烂啊。你看我这个体型，你们就能知道这个踢球这个事儿跟我的关系真的不是很大，对吧？后来呢，也跟人看过几次，但是实在是看不进去啊，所以也就如此了吧。这个老范好啊，你好，你好，你好。所以我们先上来闲聊一会儿，然后呢，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肯定这个 SpaceX 上市嘛，今天应该纽交所应该是早上9点开吧，纳斯达克我估计应该也是早上9点开。所以我们聊的过程中呢，这个马斯克就会站在台上去，这个敲钟啊。但是我没去过纳斯达克，我只进去过纽交所。跟大家稍微回忆一下吧，那个是2006年的5月8号啊，应该是我们5月7号落地的纽约纽瓦克国际机场。当时呢是猎豹移动要去上市啊，就是前面都做好准备了，就要去纽交所上市。大家注意啊，盈利的公司呢一般喜欢在纽交所上市啊，这个亏损的公司呢喜欢在纳斯达克上市。像阿里，包括原来的360、猎豹都属于是纽交所上市公司啊，但是还有一些中国互联网公司里头亏损的这些呢，就是或者至少在上市的时候你是亏损的啊，他们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而 SpaceX 呢是在纳斯达克上市啊，然后后来到了纽约以后啊，就是在纽瓦克降落，然后到纽约以后呢，先在一个离机场不太远的地方住了一晚上，然后那一晚上我们也很激动啊，大家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对吧？一帮程序员平时也不穿西装打领带，然后我们那天就要穿西装打领带，然后特别是有很多人还不太熟练啊，我还要去帮他们去打个领带，因为我以前还是上美国晃过好多圈啊，以前也其实我没有做过真正那种需要穿西装的工作，就是有一些工作是要求你必须要穿西装的啊，但是我应该没干过这种事儿，有一些可能就是穿西装的场景我还是参与过的，但是真正那种需要从早穿到晚穿西装那种工作我没干过，但是反正就是早上起来啊打领带，然后就是用大巴车给我们统一拉到了纽交所的旁边，这个谁上市呢？谁可以有一面大旗子在那个纽交所外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拍照。说今天我们上市啊，这个当时我们猎豹移动上市的是叫 CMCM， 就是你的股票代码会在上面，然后你的 logo 会在上面，有一个大旗子啊，那么我们就都趁着那个旗子照相。这个它那个旗子正对面，它实际上旗子在纽交所上的，然后对面呢是一个马路，马路对面呢是一个很长很小的一个石头的长凳。然后呢，他就站凳子上，反正我们个儿不高，站凳子上，然后呢去照了一堆相，照完相以后就进到纽交所里边去，然后呢是这个吃早饭啊，因为当时富盛给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之所以选择纽交所没有选择纳斯达克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就是纽交所的早餐比较好吃，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吃早饭，然后是有一个大厅啊，就纽交所里有很多会议厅，然后我们在一个会议厅里头，由这个纽交所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举行一个仪式，实际上就是给了一张纸，就是说从今天以后啊，你们就是纽交所上市公司了，这就是纽交所上市文件，然后呢授予你这张纸，像是个授权仪式似的。然后富盛他们在前头接这张纸，然后其他人就在下头鼓掌，然后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呢，就再去到纽交所的大厅里头啊，那大厅呢是上面一个就2层楼的地方吧，有一个小的阳台，然后呢1楼的地方呢就是各家的这个交易所也不叫交易所吧，就是交易席位。
然后呢，像我们这些 nobody 呢，就站在下边这些交易席位上啊，站在这个中间的过道上啊，看着上面准备鼓掌啊，到9点整，这个打一个电铃，就说我们开市了。然后上边这些人呢，就像什么傅盛啊、徐明啊、雷军啊、张颖啊，就是经纬的张颖啊，然后还有陈瑞，就是那个 B 站的陈瑞啊，这个徐明，银河航天的徐明啊，就这些人现在就站在那个台上头，然后呢发了他们一锤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砸。在这个什么的时候呢，就是在打电铃开市的时候呢，他们会挥这个锤儿，那意思就是我们上市了啊，今天我们上市了。然后这个摄像头拍着他们，最后会等于把这个视频给发给我们啊，就相当于是上市的一个套餐中的一项吧，一项服务啊。然后做完所有这些之后啊，他们就下来了，跟我们会齐一起离开纽交所啊，就上市过程走完，然后我们就坐了个大巴车奔纽瓦克国际机场去了。所以我只在纽约住了1个晚上啊，在那儿待了半天啊，就干了这么个事儿。然后从纽瓦克飞到拉斯维加斯啊，在拉斯维加斯好好的庆祝了3、5天吧，就是不会让我们在纽约待着，在拉斯维加斯庆祝几天，然后飞旧金山回国啊。大概就是我们当年上市的时候的故事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通过 SpaceX 上市这个事儿呢，来讲一讲什么呢？这个 AI 公司国有化，对吧？咱来讲这样的一个鬼故事，对吧？老范特别喜欢讲鬼故事啊。这个 AI 公司国有化这个故事是不是稍微有点吓人？但是这故事呢，不是我讲出来的啊。这个故事呢是叫做谁呢？桑德斯在讲啊。桑德斯是原来民主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吧，但是呢，他并没有得到这个真正去跟川普竞争的这个位置啊，算是美国一个比较社会主义的独立参议员啊。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啊直接把 AI 公司的1半收归国有，然后我来管理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啊，所以这就是个鬼故事。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啊。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从 SpaceX 上市说起，国家入股 AI 公司是出路还是接管？先从 SpaceX IPO 开始啊。很多人说，哎，老范你一定要说一下，一定要在它上市之前说。那我就在它上市之前说吧，在它上市之前1个小时啊，我们来去讲这个故事。那么 SpaceX 上市135美金一股啊，然后计划募资是750亿美金。6月11日，路透社还报道了，这个 SpaceX 已经按照这个价格完成了定价，准备按照 SPCX 在纳斯达克交易。大家注意啊，就是它的股票代码叫 SPCX 啊，这个像我们以前叫 CMCM 啊，它叫 SPCX。这个阿里巴巴叫什么？叫88，这个反正占人便宜啊！这个呢不是一个小打小闹啊，135美金一股，我记得我们当时上市大概是14美金还是10几美金一股，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交易一下。当时我们上市的时候大概是总市值可能有20多亿美金吧，现在大概还剩1、2亿美金了啊！这个讲远了啊，还是讲它的事儿。然后它发行多少股呢？这个数就像开玩笑一样啊，是应该算是5.555.5555股啊，发行这么多股，合计呢是750亿美金。这个呢是2019年沙特阿美 IPO 之后世界上最大的 IPO 了啊。但是沙特阿美呢，因为是在沙特内部去募资的，它价格没有那么透明，没有那么公开啊，所以呢，现在这个1.75万亿的 SpaceX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 IPO 啊，没有之一了，它就是第一。那么今天呢，其实也就是大家看个热闹，就算真的上市了啊，这个叮当上市了，你说我就能怎么样？我能抢上这个股了，还是怎么样？这个其实没什么关系啊。为什么呢？你像我们也是上市敲完钟，然后就拉斯维加斯玩去了嘛。所以对于 SpaceX 来说也是如此。SpaceX 上市真正的窗口是什么？第一个是窗口是7月7号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是窗口呢？
就是 SpaceX 真正在股市上流通的股票只占 SpaceX 所有股票的4.2%啊，那么剩下的股票实际上都是在马斯克呀，在他的员工啊，在他的投资人手里头。这些股票是要去有锁定期的啊，你不能马上出来交易。那7月7号这个股票就拿出来解禁了吗？也不是啊。7月7号呢是根据纳斯达克2026年3月份修改过的规则，超大市值新股最快可以在15个交易日内进入纳斯达克100指数。这一天就是7月7号，对吧？应该是15个交易日嘛，中间还有7月3号的美国独立日休假，还有这个一些周六周日啊，加在一块15个交易日以后就是7月7号了。那么一旦这个东西进入到了纳斯达克100，那么像什么指数基金啊，这个 ETF 啊，什么养老基金组合呀，什么401k 啊，这些东西你就要去配置了啊。这跟你喜不喜欢马斯克，喜不喜欢这个SpaceX， 喜不喜欢这帮人吹牛逼没关系，对吧？因为你是指数基金，人家指数里配什么，你就得往里配什么。但是在这一个时间点里，大家注意啊，在外边能够流通和交易的股票只占 SpaceX 所有股票的4.2%，对吧？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么多的基金冲上来说，哎，我要配一点，那筹码不够啊，它这个供求关系会被打破，这个股票会涨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这个股票涨了以后，大家注意啊，你算指数的时候会出现一什么问题？你市值越高，你在指数里的占比就越高啊。那么这些指数基金呢，就需要花更多的钱来配置这只股票啊，就接着买，它最后就会变成左脚踩右脚啊，循环的就上去了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啊，7月7号。然后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2026年 Q2 财报以后的48小时啊，这是第二个时间点。为什么呢？因为正常的公司上市大概是180天禁止啊，然后180天以后大家解禁。而 SpaceX 呢，是它在2026年 Q2 财报以后啊，这个48小时啊，不是 Q2 财报就可以处理的48小时以后，你可以去解禁啊。像马斯克说，我就可以来卖股票了啊。这个包括他这些股东啊，就可以来卖他的股票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供求平衡就会打破啊。当然你说你拿着股票，这些人说我相信还能涨啊，那我就不卖，那他就依然大家交易这个4.2%啊。但是如果有人愿意说去交易一部分了啊，那他这个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化。当然也不是说到了这一天啊，大家就都可以把所有股票全卖了啊，这不可能的，对吧？至少马斯克不会干这个活吧？按照法律规定，大概到这一天以后的话，有30%左右的股票可以在市场上流通啊。那你说到底有这些人是选择把它卖掉套现，还是说我选择把这些东西留一部分啊，这个去做银行质押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我拿点钱出来花一花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卖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市公司待过的人都知道啊，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干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分配给我们的股票呀，这个时候要交税啊。交税怎么交呢？你比如说我在 SpaceX 上班了啊，给我分配了一堆股票，然后在这个时候我要交税，你让我直接拿现金交，我交不起，对吧？我要卖股票，把这股票卖了，我才能把这个税交上，然后剩下的那些股票啊，就是交完了税的那些股票才属于我自己。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部分股票会流出来啊，大家要注意。所以呢，真正 SpaceX值得关注的点绝对不是今天啊，上去了以后，今天大家鼓个掌就完事了，该去看世界杯，接着看世界杯去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7月7号，那这个 SpaceX 进入到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里边去，和 SpaceX 第二个这个叫做什么呢？第二个这个财报日啊，就是 Q2 财报日的48小时以后。你像我们以前在猎豹上班的时候呢，每个季度发财报，我们的股票都是会禁止交易的。是交易发完财报48小时以后，我们的股票会重新解开，继续可以交易，对吧？只要在发财报的时候就不许交易，对吧？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吧，因为我们毕竟在内部嘛，我们是知道一些内部消息的啊。如果发财报的时候我们可以交易的话，那对于外边这些投资人来说就太不公平了。所以 SpaceX 不是普通的 IPO，它是在问所有人。
当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门票只有4%多一点在外边流通的时候，谁能先抢到筹码，然后这个筹码到底怎么变啊？大家玩的是这样的一个游戏。那下一件事咱们还是讲 SpaceX 吧。SpaceX 为什么是一个 AI 公司？因为今天老范要讲的是这个美国要接管 AI 公司，对吧？当然说 SpaceX 不是啊，它是一个发火箭的公司啊，做这个互联网，做 Starlink， 做这个电信运营的公司啊，它怎么就变 AI 公司了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啊，咱们要从收入角度上来看，原来 SpaceX 最挣钱的一块收入是 Starlink 的这个订阅费，一年是114亿美金，占原来 SpaceX 总收入的61%。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你说，哎 ，SpaceX 是一家太空公司，是一家卫星公司，是一家通讯公司啊，都没毛病。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吧？现在 Anthropic 上去签了个协议，这一个协议下去，一年150亿美金啊，他直接从 SpaceX 租一堆了显卡啊，他这个显卡应该是租了22万块显卡啊，一下去啊，一年150亿，他变成最高的一个了。然后他这还不靠谱啊，不保险啊，对吧？这个很多人还质疑说，你 SpaceX 这么高的 PS， 对吧？它还没有 PE 啊，亏损的公司没有 PE， 你这么高的 PS， 你怎么可能呢？对吧？这个市值不够啊，这个你不应该值这么多钱呀。那谷歌上来说，那我再给你补一点吧。啊，谷歌又签了一个协议，一年110亿美金啊，两个加起来一年260亿美金。那你现在从整个的收入结构上来看，它最大的一块是租算力，一年260亿美金，第二块才是 Starlink 的会员费啊，一年114亿美金。至于其他的什么国家订单、NASA 订单那些呢，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也不能叫忽略不计吧，一年几十亿美金也是很大的钱。老范自己没见过这么多钱啊，所以不能随便给人忽略不计了。所以呢，这个 SpaceX 是一家 AI 公司啊，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事儿还跟它有关系。那你说谷歌为什么在里头掺和这事儿呢？谷歌其实是 SpaceX 上市最大的赢家啊，这个 Anthropic 里头，它占股15%啊，应该是14点多吧。合同上的上限是15，就是你还可以再去补一点钱到15，现在是14点多。然后 SpaceX 里头，谷歌占股是6.11%，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Anthropic 向 SpaceX 租算力和谷歌向 SpaceX 租算力，实际上都是关联交易，对吧？全都是谷歌在里头东倒腾一块，西倒腾一块，倒腾完了以后说，哎，值钱了啊，赶快都去买股票，我的这个投资挣钱了。对吧？他在玩这样的一个游戏，所以很多事情你要拆开了往后看啊，这个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点的。所以 SpaceX 最吓人的地方不是它会发火箭，而是它把火箭、卫星、AI 算力和国家能力绑在一根绳上了，对吧？这才是 SpaceX 真正的价值。那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为什么美国的参议员要干这样的一个发这样的一个文章，说不是文章，发这样的一个提案，说我们要直接没收50%的股份，我们要进去管理公司呢？是因为大家害怕 AI， 突然非常非常害怕。当然，害怕 AI 呢，并不是怕机器人啊，不是怕聊天机器人，而是怕 AI 成长的速度，对吧？过去的政府你监管互联网公司的时候呢，虽然其实管的也不怎么样。但是呢，它还是可以慢慢来的，对吧？你这个平台涨起来了，那监管我们就慢慢的制定规则，你犯了错误了，我再慢慢罚你，对吧？它原来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 AI 不一样啊 ，AI 模型迭代速度极快，部署速度极快，替代工作的速度也极快，有很多人失业了呀，形成依赖的速度也极快啊。现在大家使用 AI 了以后，它上瘾，对吧？那么一个模型能力突破。可能几个月之内，一堆的白领就直接失业了，对吧？原来我们都说 OpenAI 开发布会，很多公司原地就消失了，对吧？一个 API 价格下来以后，一堆的外包客服、翻译、程序员、设计师、咨询岗，还有这种教育岗位就直接不见了，对吧？这个是很吓人的，而且分配问题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AI 不是只创造新财富，它也在
它也在重新分配旧财富，谁拥有模型，谁拥有算力，谁拥有入口，谁就能够拿走更多的利润。被替代的人不是蓝领工人那么简单，而是白领、中产、程序员、律师、助理、咨询顾问、内容生产者，这帮人被替代了，对吧？所以大家开始去讨论什么 UBI 全民基本收入啊，这才会有新的这种讨论出来，包括像 Anthropic 的达利奥·阿姆迪和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都惦记玩 UBI。这个马斯克对吧？他说我们不光是要发钱，还要发很多的钱，我们要让所有人都成为富翁，对吧？很多人就会问说，哎，如果 AI 替代了人，那 AI 公司是不是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弥补被替代的人呢？对吧？这就是个问题啊。那怎么去弥补呢？收税吗？还是靠你自觉呢？对吧？这个事儿大家就需要出来讨论讨论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桑德斯这老爷子就跑出来了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桑德斯提出了一个议案，50%的股票税，就是我们向所有的 AI 公司征税啊，征50%，不要现金，要你的股票，你的50%的股票归政府了，然后我们还要有管理权啊，我们要进来管公司来，然后我们要收这个50%的分红啊，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还是有点狠啊，这个有点狠。他的理由呢也很有意思啊，他说 AI 使用了全人类的数据、知识、作品和公共基础设施，那就应该让公众拥有 AI 公司1半的这个股权。但是我就很奇怪了，你既然 AI 使用的是全人类的数据，为什么美国政府去收了50%的税呢？这个也是啊非常非常自大的一个人吧。啊，那讲一下桑德斯这老爷子吧。叫伯尼·桑德斯啊，是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长期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活动啊，老头啊，就是他形象是个老头，不叫形象是个老头，人也是个老头啊，就是他出来了以后都是那种白头发那个样子。他曾经在2016年、2020年参加过民主党的总统初选，但是呢都没选上啊，就是没有真正站出来去跟川普选过。他的长期主张就是反对贫富差距，反对大公司垄断，啊，这个提高社会福利，让富人和大企业承担更多的税负。所以他提出来 AI 主权财富基金，不是偶然的啊，他一贯的政治路线在 AI 时代得到了延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 AI 真正让政府紧张的不是他会写文章，而是他重新分配财富的速度比政府立法快太多了。而且现在这些大公司呢，已经大到是尾大不掉啊，甚至要动摇国本了。怎么个尾大不掉法？美国美股7姐妹，苹果、微软、英伟达、谷歌啊，或者叫 Alphabet，亚马逊、美塔和特斯拉这7个，2026年上半年，这7家公司占标普500市值的1/3以上啊，那你这多吓人！他们稍微有点闪失啊，其他的公司根本救不回来。所以现在大家看着，哎呀，美股涨成这样，实际上就是他们7个在里头作妖呢，对吧？他们要是跌了，其他的涨根本顶不住这个啊。那你说他这30%算不算高？不算高啊。还有呢，台湾还有护国神山呢，台积电，对吧？台湾股市总市值是5万亿美金，台积电占2万亿啊，占40%。比刚才那美股7姐妹还要更夸张一点，那好歹是7家公司对吧？占30%，台积电是1家公司占40%，那还有更魔幻的吗？还有啊，三星和 SK 海力士，这是在韩国，2026年5月，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合计的市值占韩国指数了，也就是 KOSPI 的总市值的1半啊，占50%啊，这个实在是有点太夸张了，是不是？而且现在韩国已经完全疯狂了啊！散户大量追买三星和 SK 海力士。根据 MarketWatch、Axios、Morningstar 等报道啊，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是什么？韩国的融资融券、保证金贷款、杠杆交易在快速上升。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在借钱，在加杠杆，在买他们家的股票。普通家庭甚至在卖定存。退保险，甚至有人卖房啊，加杠杆在追这两只股票。
这个就已经是这个完全是绑架国家了啊！而且在这里头真正魔幻的是什么啊？这给大家讲真正魔幻的东西。2026年6月1日 ，SK 海力士青州4厂区发生火灾，对吧？因为为什么当时的股价在波动？因为大家要知道，你一旦加了杠杆以后，股价波动会怎么样？会平仓的啊。那么谁会去买他们家的股票 ？SK 海力士的员工会去买啊，对吧？你只要着火了啊，那么发生这个有毒气体泄漏了，3600名员工疏散了，那么内存就会涨价，对吧 ？SK 海力士的股价就会上涨啊，你的这个买进去的这些加了杠杆的这个股票就不会被平仓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个股市又开始波动，2026年6月12日，青州4厂这个继续发生火灾啊，然后呢是另外一个车间里头啊是气体泄漏，4000名员工临时撤离，1名工作人员受伤，这个那接着涨呗，对吧？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呢，警方并没有说是员工故意纵火啊，但是很巧妙啊，就是你一旦 SK 海力士的股价下跌了，它就着火，对吧？这个以前咱们一说查账啊，我们要查一下你一个粮食还剩多少了啊，别的还剩多少了，这个我们粮仓就着火了。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员工啊，这个借了钱了，加了杠杆，买了自己家公司的这个股票了，对吧？那你只要是股价下跌，我们就着火啊，一着火我股价就涨上去了啊，因为内存不够使了，对吧？就出现这样有趣的或者叫魔幻的这个情况吧。现在呢，政府就会很紧张啊，你比如说像韩国养老金、散户、国家财政都在买这些股票，对吧？然后台湾也是如此，台积电一旦出问题的话，那台湾肯定会出大事了。美股七姐妹也是如此，美国养老金、401k 指数基金，还有很多全球的资产都在买美股七姐妹，像我也去买，对吧？这个我去买什么富兰克林科技啊，什么贝莱德科技，实际上也是他们几个啊，买完了以后，它要是涨了，那我就挣钱；它要是跌了，我也会很不开心的啊，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们已经尾大不掉了啊，政府也是觉得很痛苦了。当公司大到影响国本的时候，政府一定会想办法伸手啊去处理一下，这是一种本能啊，但是这个本能不等于好的制度。在原来的市场体系里头呢，其实已经在让全民分红了，对吧？像前面桑德斯干这个活还说我们要去分红啊，这个事儿其实是有问题的。现在全民也在分红啊，最近其实有很多人上去讲啊，你看阶级斗争不能忘啊，这个现在他们还是这个资本主义啊，还有资产阶级啊，这个下的干活的人是提供劳动的呀，上面这个管理的人是那个玩资本的呀，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像日本说1亿总中流的时候，玩的是什么？每个人都会去买股票，每个人都会去绑定，只要股市上涨了，每一个人都会有收益的啊。它是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公司呢会去分红，会去玩股份回购，会去这个让你的养老金来买股票。我的股票涨了以后，你的养老金也会变多，对吧？还有很多 ETF， 还有主权基金。散户的账户里也都去买，像刚才咱们讲韩国那故事，对吧？甚至跌了以后他去放火啊，这样的故事都会发生。所以全民其实已经上车了。你在这个时候再去说啊，我要没收你一半的股份这个事儿呢，就稍微有点这个过分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咱们稍微讲一个东西啊，就是回购啊，因为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回购，但是我们那个回购是比较奇葩的案例啊，就是这个美国公司股价低于$1以后多长时间？但是连续30天吧，就直接退市了，自动的，对吧？那我们就不能退啊，那怎么办呢？就花钱去回购啊。回购呢，你要先去做一个审批啊，就是董事会或者是股东会啊，你一般是董事会要去做一个审批，说我们准备来去做回购了啊。那么在他这个审批结束以后呢，这个就向这个美国 SEC 去提申请啊，他通过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一个规划自己慢慢去回购。现在这个几个大厂啊，像是苹果、微软、Meta 呢，也都是一直在回购，但是他们的玩法是什么？就是你上市，
等于我增发了一部分股票，然后向股市去融资，拿钱回来啊，把股票发出去，然后等我有钱了以后呢，我再花钱把这个股票收回来啊，然后呢，这个等于什么呢？就是每一股就变得值钱了，每一股可以分的利润就多了，所以你只要是回购股份，对吧？那么这个股价就会往上涨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那你说是不是回着就没了呢？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发行的时候是一个数的嘛，我发行了这么多股票出去啊，我回购几次以后，我把市面上的所有股票都买干净了啊，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啊。这个你比如说像当时猎豹也干过这种事儿，就是我们回购了啊，然后回购来回购去呢，始终都低于$1，然后再回购买不着了啊，也没什么人跟你交易了，但是呢它还是低于$1，那怎么办呢？就会去做合并啊，我们是10股合1股，合完了以后呢，你这个市值就这个股价就涨10倍嘛，你就大于$1了嘛，又可以混好久啊，但是这样来玩的。但是对于苹果、微软、美塔这些公司来说呢，它是一边去回购，另外一边呢，它还会发，比如说给高管发呀，给这个员工发呀，或者拿这个股票出去买别的公司啊，这些股票发出来以后呢，再慢慢的被回购回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但是苹果这些年是股票确实越来越少了，就是大量的股票被回收回去了，所以它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那么这些大公司，包括以后的 OpenAI、Anthropic 和 SpaceX 啊，这 SpaceX 不好说，因为马斯克是没有回购的这种习惯的啊，其他人都有回购习惯，对吧？那么肯定还是会去做大量回购，会去做分红，会去做一些这个回馈股市的事情。对吧？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中国的 A 股永远3000点吗？很简单啊，因为我们每年从股市上抽走的钱，比它回馈给股市的钱要多很多倍啊，所以我们永远3000点。而美国股市的话，每年从股市上抽走的钱，就是我新上市公司会从股市上抽钱出来嘛，这个数是很少的，跟它那个每年向股市上回购的钱、分红的钱比起来是少很多的啊，所以它的股市可以一直涨上去。啊，所以呢，分红是把钱打给你，回购是把你手里的股票变厚，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可以让全民持股的系统啊有收益的啊，所以呢，并不需要给这个公司直接整一个50%控股的这种摄政王也好，或者是大总管也好啊，你不用去管它，它自然而然就把这个钱分出来了。那么政府呢，肯定是怕被这个大企业绑架，这个担心呢是有历史根源的，对吧？你说有没有哪个公司或者哪个团体啊，挣了好多钱，然后让国家害怕呢？最典型的案例呢，叫圣殿骑士团。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圣殿骑士团不只是骑士团啊，它是跨国金融组织，特别会理财，对吧？有这种跨地区的信用网络，很多的欧洲贵族和国王都找他们借钱。那最后就出事了，出的事儿是什么时候呢？是1307年的10月13号，法国国王菲利4世，我借钱借太多了，实在还不起了，那怎么办呢？这个直接逮捕了法国境内圣殿骑士团的成员啊，而且直接给圣殿骑士团进行审判镇压，最后一任大团长叫雅克·德莫莱，在1314年直接被处死了。对吧？这就属于典型案例。当你这公司实在太大了，对吧？这个国王也好，政府也好，说我实在搞不定你了啊，我这借了这么多钱出来，我还不上了，那咱们想想办法吧。这个是有这样案例的啊。那你说有没有正面点的案例？也有啊。你比如巴西，对吧？它原来呢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后来葡萄牙那边拿破仑战争那边打仗的时候呢，巴西就直接独立了啊。这个葡萄牙王储直接跑巴西去称帝去了啊，我就变成巴西皇帝了。对吧？后来的这个英联邦啊、西语区啊，其实好多都是这么出来的，对吧？他未必会把原来的那个国王推翻，但是呢，人家自立为王了啊，这个事儿还是有的。所以啊，这个国王一定会害怕你尾大不掉的啊。现在 AI 公司也好，互联网公司也好，已经是尾大不掉了。那你说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对吧？像法国那个属于是比较过分的啊，直接把人家都抓了，然后把这个团长给干掉了，这是比较过分的。啊，中国是自古以来有智慧的啊，咱们玩的东西叫什么？叫推恩令，对吧？这个是汉武帝玩的，大诸侯要绑架王权了，怎么办呢？哎，分吧，啊，你们把这个大诸侯的这个权力再分封给你们的子弟，对吧？削弱地方大国对中央的这种威胁。现在谁在学这个呢？韩国在学这个啊，韩国
要扶植中小企业和创业公司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理逻辑。你不能让三星和 SK 海力士无限的集中下去，要扶植中小企业，对吧？这个李在明呢，刚刚提名了中小企业和创业部长前 Novo CEO 韩成书一位女士啊出任总理，就是要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啊，商业的力量太强，会逼着国家出手的，国家出手太重，又会把商业活力直接打死。真正难的是怎么在两头中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那么李在明在韩国玩的是什么呢？他玩的东西也很好玩啊，他玩的东西叫拆继承税，然后呢，让这些韩国财阀不要去压股价，对吧？他没有说我直接把这个韩国财阀的资产收归国有，然后咱们来去管理公司，他没干这个活。韩国呢，原来一直有一个陋习啊，也不叫陋习吧，就是社会主义留下来的这种遗毒啊。韩国不是社会主义啊，但是他们的遗产税啊，特别是大额遗产税是50%，就是你像三星啊，你这个老头死了，2020年老头死了，新会长上任啊，你这个要交50%的遗产税上来，而且如果你是控股股东啊，那你要交60%啊，要交更多。这套制度的出发点呢，就是很社会主义嘛，对吧？这个大家均贫富一下，不能让财阀一代一代传下去啊，对吧？这个事儿不成啊。但是你想，韩国就是一个财阀社会，听起来很公平，但是呢，它制造了一个很奇怪的奖励。如果按照税啊，如果按照继承税这个去算你这个上市公司的市值，股价越高的话，继承税就越高，对吧？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你交这个继承税的时候，一定要卖股票啊，卖完了股票以后，你才能把这个税交上。那么控股的家族，他就会换一个别的方法，他会打压股价，让这个股价下去，对吧？不要在这个这么高的股价上。所以呢，韩国就有一个东西叫 Korea Discount 啊，叫韩国折价。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原来也很值钱，但是呢，他们为了少交继承税，就要让这个股价特别低啊。那么三星的这个上一个会长是叫李健熙啊，是2020年去世了。他的继承人是现在的三星会长李在镕，遗孀洪罗喜，女儿李富珍、李旭显啊，这些人一共交了12万亿韩元，也就是80亿美金的遗产税。2021年4月份开始分期缴纳，你要一把交，这帮人就死了啊！分了5年6期完成。到2026年5月，也就是上个月，三星家族终于把最后一笔遗产税给交上去了啊！这个就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打击是很沉重的。那么李在明就来改了，就是咱们现在看韩国股市涨成这样，对吧？涨到这个员工都要去放火这么一个状态了啊！那原因就是这样，就是李在明说你们不能再去玩 Korea Discount 了啊，叫韩国折价不能再玩了。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啊。不去按照你这个股票的市值来去征税了，不能说你股票的这个价格越贵啊，我就这个征你越高的税，不能这样啊！你要让这个股票涨上去，我们按照一些其他的计算方法来给你计算遗产税啊，所以我们才看到今天的这样韩国股市的上涨。而且李在明还干了一个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呢？就是刚才咱们讲过，美国人玩这个股票回购，对吧？韩国呢也玩，但是他们的玩法呢是另外一个玩法。他把股票呢从股市上收回来，收完了以后啊，他不注销，放在那儿放着。那要放在那儿放着有什么意思呢？哎，你说我股票已经拿回来了，那这个股票的投票权归谁？股票这个东西，一方面它是可以去分红的啊，另外一方面它是有权利的。那这个投票权肯定是归他们三星老李家呀，对吧？所以这些股票啊，他们韩国拿回来是不注销的。现在这个。李在明说你们必须把它都注销掉啊，这个只要回购了就注销掉，这样你可以让外边这个股票涨上去啊。所以现在呢，三星和 SK 海力士集团2026年注销了20万亿韩元的股票啊，这个是现在韩国股市涨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当然了，韩国的这些大企业大财阀呢也没有很开心啊，说哎呀好开心啊，对吧？不用征那么多遗产税了，我可以让我的股价涨上去了啊，这个。他们不开心，他们不开心在哪儿啊？他害怕的其实不是交税，你说我交多少税，韩国这些大财阀他都愿意交，他害怕的是分散权力啊，因为
我要把这些收回来的，原来我可以莫名其妙得到投票权的这些股票，这个都注销掉了啊，那等于是我的股票就变少了，我要卖了股票去交税嘛，我的股票就变少了，我的控制权会下降，这个是他比较难以忍受的事情，所以他们也在里头抗争啊。这个所有的亚洲国家或者说我们叫儒教文化影响的国家都会有这个问题。咱们以前什么传男不传女啊，对吧？传媳不传那个什么，这都是一样的啊。传媳不传女婿什么的，也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资产是属于族里头的啊，是家族的啊，你不能把它分出去，因为你一旦传给女生，一外嫁，你换别人姓了，那这块土地就不归我们姓了啊，这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三星他们也会担心这种事儿，还在抗争。在这儿呢，要讲啊，就很多社会主义者呢都喜欢啊搞继承税啊，打压财阀啊，逻辑呢就是你不能一代一代把公司传下去，社会呢要拿回一部分。这个逻辑呢有点太直线了啊，钱在人家手里头，公司在人家手里头，管理网络也在人家手里头，供应链技术判断都在人家手里头。你如果只是说我狠狠的收你一笔钱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躲的，对吧？这个你不可能说猫捉老鼠的时候，你最后把人家捉住啊，这不现实，因为整个的体系是人家自己家族在运营。躲的方法就是很简单啊，这个打压股价呀，对吧？我回收了股票不注销啊，转移资产呀，我做很复杂的这种股权架构啊，我用小公司一点点股份去管理一个很大的公司啊，对吧？他就搞这样的事情，对吧？那最后你拿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什么呢？就是你让股价涨上去，大家一起都受益了。受益完了以后呢，咱们再说后边的事情。首先先把这个利益统一起来，对吧？韩国财阀的问题不是他们会赚钱，而是他们的制度呢逼着他们有时候不愿意让股票看起来太值钱啊，就会出这种事儿。李在明现在啊就把这个事儿反过来了。那你说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有啊，这个还要讲到咱们川建国老爷子。特朗普入股英特尔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边界啊，为什么呢？以前在拜登时期啊，拜登玩的是什么？就是我给你发补贴啊，这个我们有芯片法案，我们有什么东西，我给你发好多好多的政府补贴。政府呢欠了钱啊，我们因为政府肯定是亏钱的嘛，给英特尔发补贴，你们好好把美国的这个芯片制造业做起来。到川普这儿说疯了吧，你凭什么给人发钱啊？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但是你说不发呢，这个制造业起不来，芯片制造不能回到美国，那怎么办呢？川普说这样，这个原来承诺给你的钱啊，我接着给，但是给你呢，你得给我股票啊，我相当于是我投资你了。那这就是这个拜登这个律师跟川普这种商人之间的区别，对吧？律师就是哎，我申请了一笔钱，我把它花了，这是个成本单位，而川普这种商人呢，就是我把钱花出去，我得怎么把它挣回来，对吧？它是个利润单位啊，这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英特尔2025年8月官方宣布，美国政府同意购买4.333亿股的这个英特尔普通股，啊，价格是20.47美元一股啊，约等于9.9%的股权，直接买走了。资金来源呢是57亿美元的芯片法案未支付部分的资金，以及32亿美元的另外的一个安全项目啊，这从这里拿出钱来啊，我把这钱花了，花完了以后得到股份了。英特尔公告写明了啊，美国政府是被动所有权，大家注意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什么叫被动所有权？没有董事会席位，没有额外治理权和信息权。啊，像我们以前做一级市场投资的时候，我们会签协议啊，我这个一旦投资你了，我要在里边占股，占完股以后，我要加入董事会啊，这个，然后我要有信息权。什么叫信息权？你要提前给我看财报啊，我们要提前知道，你不能等我这个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财报公开了，这是不行的。治理权就是我里头有一些特殊的权利，我是要的啊，这个叫治理权。一般情况下是超过5%的这个股东啊，就会有董事会席位。当然，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只是讲一个默认的情况，后面就是每个公司自己会在公司章程里写我们的这个董事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那董事会跟股东会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像他这个占9.9%没有董事会席位啊，这个被动股，然后是这个没有额外的这个治理权和信息权，这个他可以参加这个股东会啊，不能参加董事会。
这个股东会是决定大事的地方啊，董事会是决定小事的地方。好多人说老范你是不是说反了，对吧？这个不是董事会天天在这干活，股东会平时没什么事就是个橡皮图章嘛。对呀，咱们原来不经常问一些这个男性啊，说你们家里谁说话算数啊？这个男士就说了，我们家啊这个大事都是我说了算，小事问我老婆。后来说你们家什么事儿是大事呢？什么世界和平啊，这个叫做什么世界气候啊这些是大事啊，这些事我说了算啊，其他什么这个买房啊，或者是这个小孩在哪上学啊，我吃什么穿什么呀，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啊，都是我老婆说了算，对吧？所以这个股东会呢，就是决定大事的地方啊，什么世界和平啊这些事儿。然后呢，董事会呢，就是这个决定小事的地方啊，这个你怎么花钱啊，这些事儿董事会去决定的。对于公司来说呢，你比如公司要合并了啊，要做大的并购啊，有一些这种法律诉讼了啊，或者公司要停牌了，它是要去召开股东会的啊。我们最近知道的一次比较有名的股东会是谁啊？就是这个马斯克的啊。他正常情况下，你比如我们要给马斯克发薪水，董事会通过完事儿了。那为什么要开股东会呢？因为法院判了啊，董事会的那个东西无效，对吧？那么就需要重新开股东大会，每一个股东上去投票去啊，那么来决定是不是要给马斯克发薪水，对吧？这就变成大事了嘛。啊，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管理方式啊。政府可以说啊，我给你资源，我承担公共成本，所以呢，我要分享上行收益啊，注意分享收益。但是政府不坐进董事会去，不指定 CEO， 不决定产品路线，就是把这所有补贴货币化了。政府是股东，但不是大总管，不是摄政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桑德斯那个方案是什么？他是直接拿50%的股票，还要去占人家的投票权啊！我占50%，你50%就是控股股东了，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你了，基本上你说了算了啊！相当于是整个公司已经收归国有了，这就是差异。当然，前面拜登那个也不行啊，拜登那就是我把钱给你了，然后我啥也不管了，对吧？这个也不行啊，因为一旦干这种事儿呢，就比较容易发生腐败。我把钱扔出去以后啊，我不给你算钱啊，我不给你算各种利益，我就其他的都在桌子底下了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川普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我给你政策了啊，我也给你各种什么优惠、各种补贴。所有什么政府订单我都给你了，但是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货币化，算完钱以后我找你占股份，占完股份我不管你啊，你好好挣钱，给我分红就完了，对吧？那他这是不一样的。如果真正按照桑德斯这个方法来了，对吧？那就相当于什么？他要把 OpenAI、Anthropic、xAI， 也就是今天咱们讲的 SpaceX， 直接变国营公司了。国营公司就没有做好过的啊，甭说是中国的国营公司，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国营公司做好过。你包括美国的这个美国邮政啊，那就是国营公司，它也做不好啊，因为它有很多非商业的东西需要去想。像英国的 Leyland 啊，这个也是英国的这种国营公司，搞不定啊，长期罢工，管理低效、质量问题和这个亏损，直接拖垮了。法国二战以后原来的这个标致、雪铁龙，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法国一共3个汽车牌子啊，就是它都国有化过。标致、雪铁龙是先跑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国有化的时间很长，但是只要国有化期间就不挣钱啊，最后没办法还是把他们通通都弄出来私有化了，就完全没法整。当然，这个并不是说私营公司就一定会成功啊，而是说什么呢？私营公司还有成功的机会。但是这个国有公司从来就没有过任何成功的这个样板，所有国有公司都会亏钱的，特别是一些前沿公司，什么 AI 啊、火箭啊、算力这些行业，你要交给国家去管，1000%的会亏损啊，这个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这有点像什么？就是明朝大太监啊、大总管，那个时候明朝说皇帝信不过下边人嘛。就要派太监下去，什么做矿监啊、税监啊，做这些事情。名义上呢是替中央、替皇帝啊把钱看住了啊，我要找一些自己人去看着嘛。但实际上呢，这些自己人他是不懂产品、不懂经营、不懂这些技术的，他只懂一样东西，他是有私心的。这个人
下去了以后，他也要在原来的这个体系里头，就是太监体系里头，或者说你如果是政府管的话，那么就会有公务员来管理这个公司，他要在公务员管理体系里，他要升迁的，对吧？所以对于他来说，他首先研究的不是让公司怎么挣钱，他首先研究的是怎么自己不背锅，然后再是怎么把钱揣自己口袋里，或者是利用这些东西去打压竞争对手，这个是不可能管好的啊。避免把国企啊，这个是政府最怕的是国有资产流失啊。大家注意，就是你只要到国有资产这块，一定会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事儿，不光是中国有，全世界哪儿都有啊。前沿科技最怕的不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不敢下注，这个东西是要靠赌的，对吧？如果赌了以后，你在做科技这块还有成的可能性，如果不敢赌，必死无疑。那么 SpaceX 最能说明问题的在哪儿呢？很多人都觉得 SpaceX 哎挺挣钱的呀，这个现在已经都不错了，对吧？发火箭也都发的挺好的了，现在这个猎鹰火箭已经可以30几手的飞来飞去了，都没什么事了，对吧？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它不是在纽交所上市的，它是个亏钱的公司，它只有 PS， 它没有 PE， 为啥呀？它原来那个活它就不挣钱，对吧？哎，你说这一年114亿 Starlink 的这个套餐为啥不挣钱呢？德国商报2026年4月30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它上面写的是什么 ？Starlink 每天都会掉2-3颗卫星下来，对吧？这只是现在你有1万多颗卫星在上面的时候啊，现在大概是9000多颗，不到1万颗吧。如果真的按照马斯克的计划，把4万多颗卫星都放上去，他每天要掉20几颗卫星下来啊，那么20几颗卫星，你按现在的成本去算，那这钱嗨了去了，对吧？你那个1000多万用户的 Starlink 的订阅费，你根本就盯不住这个玩意儿。那你说为什么会掉这么多卫星下来？其实很正常啊，就正常的卫星啊，就普通的卫星吧，寿命大概有10几年啊。但是 Starlink 的卫星，因为它比较低，它只有500公里，那个地方还是有空气的，虽然比较稀薄了，但还是有啊。你不断的去摩擦，不断的去产生阻力，你需要靠推进器去推这个卫星才可以保持它在轨道上，到5年左右，这个卫星就掉下来了，对吧？所以呢，你想，如果是4万颗卫星在上头，它每年掉1万颗下来，那合着一天可不好几10颗嘛，啊，这就是这么算的。所以你这玩意儿你怎么把这个东西算平？你算不平的呀。那你说马斯克傻吗？他就做这样的生意，他也不傻，对吧？他算的是什么？我今天啊，这个卫星发上去的成本是什么？大家注意啊，卫星这个东西，卫星不值钱，值钱的是什么？是发射成本。那我这个随着火箭使用的次数越来越多，那我发射成本是不是就越来越低了？那我未来我使用星舰了啊，我2头都可以回收。现在猎鹰9是下头那节可以回收，上面那节是每发一次就扔一次啊。那它发展还比较贵，以后我这个星舰发射成功了以后，我每次都可以把2节都回收回来啊。那么我这个每1公斤部署的成本就下来了啊，我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划算了，不是说到那个时候不掉了，那时候接着掉，对吧？而且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在太阳风啊或者叫太阳耀斑比较活跃的时候，它会掉的更多，因为太阳风活跃的时候，这个大气会更活跃一些，地球上的大气会活跃一些，空气会变稠密啊，它需要更浪费这个燃料才可以让卫星保持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它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对吧？但是政府审计不是这么算账的啊。马斯克你可以算这个事儿，说啊，未来等我 SpaceX 好了以后啊，我这个变成10手了，变成20手，变成30手了啊，我这个成本就摊下来了。政府是一定要按既有的惯常的这个成本来去给你计算的，那你这事儿就别干了，你不可能通过审核的。你通过这种审核，你是不是想国有资产流失啊？是不是想把钱揣自己口袋里呀？对吧？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像 SpaceX 这样的公司，一旦国有化了，一旦由政府来管了，当场死给你看啊！这个事儿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那么 AI 基础建设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很多人都说，哎呀，大家都 AI 基建啊，对吧？现在啊，谷歌呀、微软啊、美塔呀，包括 SpaceX，亚马逊啊，还有 Oracle 啊，几家加一块7000亿美金的这个Capex 啊，就是这种资本投入要去建机房的钱。这钱能挣得回来吗？其实你按照当前的这个算法，你也是挣不回来的。IBM 的 CEO 在2025年12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这个数，
他说现在呢1G瓦的这个AI 数据中心成本按照今天计算大概是800亿美金，就是连基建带里头的芯片带所有东西加一块800亿美金。然后呢，他做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计算，现在各大公司已经承诺的，就是写在财报里头，你如果实现不了，是会被 SEC 发警告函的那种啊，这个是你真的要干的，吹了牛是要交税的这部分，大概是有30亿瓦啊，30几瓦左右。你如果把这30几瓦建了，那大概就要2.4万亿美金的资本开支。现在大家全球的加一块，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些大公司远期的一些计划加一块是100几瓦。如果把这100几瓦都建了的话，按照当前的这个成本算8万亿美金。哎，说这个数好大呀，这个数相当于什么呢？这8万亿美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美国名义 GDP 30万亿美金，对吧？这个数占美国名义 GDP 的1/4，是不是一个挺吓人的数？比1/4还要多一些啊。这个1/3到1/4中间的一个数，这个就属于是国家级资本支出了啊，这没毛病吧？而且8万亿美金的这个钱花出去了以后，你还不要想着什么电费啊、什么土地啊、冷却啊，都不用讲这个，也不用想 GPU 更新换代。你就8万亿美金它是有成本的，这个钱是有资本支出了以后有利息的，你每年收10%的利息，8000亿美金，你能挣得回来吗？挣不回来啊！现在 OpenAI 一年也就是300亿美金 ，Anthropic 400多亿美金，谷歌在这块挣的钱还没有他们多呢，而他们3家加一块就已经把全世界 AI 收入可能80%-90%都赚干净了。那你这个一年8000亿美金，你上哪儿哭去啊？没地儿哭去啊！所以你一旦让国家坐在这儿审计了，让政府坐在这儿审计了，你想去建算力中心，开什么玩笑？你给我写规划，到底怎么能够把这钱挣回来？写不明白，我就不能给你批，对吧？因为批钱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公务员，他不是一个创始人。公务员就是要不担成本的啊，不担这个后果的。创始人我可以干嘛？我担了成本，然后最后我亏了我就认了呗，对吧？这没什么问题。但是公务员不想这个，亏了我是要丢官的，我是要承担责任的，他才不干这个事儿呢。所以他绝对不会给你签这个字的。那么桑德斯的这套玩法啊，最狠的不是收税，而是直接给公司派个摄政王，派个大总管，对吧？他想的什么？哎呀 ，AI 的权力太大了啊，财富分配的压力也太大了。公司又大到影响国家了，所以啊，咱们用一个最激进的、最社会主义的方式来搞吧。2026年6月1日，桑德斯就提出了美国 AI 主权财富基金法案啊，大家注意啊，他是个参议员，所以他提出来的东西是法案。核心是什么？就是对 OpenAI、Anthropic 和 xAI， 也就是今天咱们讲的 SpaceX 等大型 AI 公司征收一次性的50%的股票税，不收现金，收股票。不是只拿分红，还涉及公众所有权、投票权、董事会代表和治理权，他就相当于直接接管公司了。就为什么这个事儿它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呢？ AI 吃了全人类的知识， AI 可以替代大量的白领， AI 公司会创造万亿美金的财富，那公众凭什么不能拥有一半呢？对吧？这个所有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个东西都看着很有吸引力啊，但是它危险的地方在哪儿？一旦政府拿了50%，它就不是普通的股东，它是控股股东啊，对吧？它会从替全民分红滑向替全民做企业的决策这一项，这就不是给公司加一个股东了，而是给公司设一个摄政王了，对吧？如果换成中国历史上的说法，就是像明朝那样，我给你加一个大太监做总管了，对吧？而且去的这个人他也是个具体的人啊，大家注意，一旦落到具体人身上，他有自己的考核，有自己的仕途，有自己的风险厌恶，有自己的私心。他不懂公司，不懂技术，所有这些都不懂，但是他会懂我怎么升官发财啊，他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桑德斯嘴上说的是全民分红，制度上做的是半国有化，他不是要分蛋糕，他是要给公司派一个摄政王。对吧？为什么叫摄政王？这个故事是来自于《指环王》啊，《指环王》里头，刚泽没有国王的时候是有摄政王的啊，叫德内索尔，他在管理。
这个他名义上是守护王国，等待国王回来，但是时间一长呢，摄政就会把自己当成主人了，对吧？真正国王回来的时候，他反而不希望秩序被打破，最后他在绝望和错误的判断里头，在火葬台上自焚啊，并且试图把他儿子一起烧死。这个呢，就像现在这个公司一样啊，创始人是那个真正把公司带出来的人，股东可以监督啊，市场可以投票，董事会可以制衡，而且你放在市场上，那我就是博你一个概率，你可以成可以不成，这都没问题。但如果政府直接接管，就会影响控制权了啊。那么再派人坐在这里去管战略、管投资、管模型发布、管这个算力建设，公司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摄政王。这个摄政王嘴上说的是替全民管资产，他真正要负责的不是产品，不是客户，不是这个创新速度，而是政治责任，是审计责任，是舆论责任。他要搞这些东西，那这事儿就没法整了。所以不要给 SpaceX、OpenAI、Anthropic 设这个摄政王，摄政王一坐下，这个国王就再也回不来了啊！这个创始人就再也没有耐心去管这个公司了。那你说中国是不是有这样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中国不是都是国家说了算吗？咱还要讲一点中国，中国玩的是另外一个玩法，咱们玩的叫黄金股，就是有少量股份啊拿在这个国资手里边。而且中国的这个黄金股一般是1%啊，你像这个字节跳动、微博、阿里、腾讯、快手、B 站，他们啊都会有一个国资，而且这个国资呢一般都不是特别大的，不是什么中央银行啊或者什么国家什么这个一些大基金啊，都不是这样的。一般拿这个钱的呢都是比如北京市啊一个什么什么基金啊，或者是上海市一个什么基金，都是由这些人来拿个1%啊，拿完了以后呢，它是有董事会席位的，有一些否决权啊，特别是对于内容数据和重大经营事件特殊影响的这些事情，它有否决权。但是正常的公司运营，这些政府是不管的，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而且这个1%大概率也不怎么出钱啊，就是你给我1%，然后我也算给你一个保驾护航。而中国这个还特别有意思，就是这1%不是白给的，对吧？就是你遇到各种问题，他也会帮你去解决。啊，因为这些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你如果没有人去替他解决各种问题的话，他也玩不下去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呢，算是一种比较奇葩的解决方式啊。到目前为止看，这些公司还是挺有活力的。中国真正被国家控制的这些民营企业只有一个啊，就是这个蚂蚁金服啊，因为它做支付嘛，做的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最后不行，你要留下来让国家去处理。当时他们跟我讲的是，蚂蚁金服所有的债务合在一起，大概在某一个时间点上嘛，也是达到了中国 GDP 的可能1/4到1/3的一个水平啊。具体哪年我忘记了，反正数据他们以前在蚂蚁的人跟我讲过这个数，所以最后没办法，只能国家接管了，对吧？就相当于是咱们前面讲的那个圣殿骑士团直接被法国国王给判了罪，然后把团长直接吊死了一样啊！我得着吧，这事儿实在太吓人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真正想要解决问题啊，想要解决 AI 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可以拿收益，但是不要去碰这个方向盘，对吧？这里头呢，我们要去收束一下啊。这个矛盾呢有2个，第一个是这些公司 AI 公司一定是特别挣钱的。而且这些公司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解决方案呢，也不是说我们就放着它不管啊，但是也绝对不能去接管这种公司。以目前的状态来看呢，相对可行的解决方法更接近于特朗普入股英特尔的那个玩法，政府拿收益，但是不抢方向盘。比较好的方案就是什么呢？政府肯定要给补贴啊，要采购啊，我要定点采购一些东西，发牌照啊，能源保障，什么贷款保障啊，贷款担保。这个税收优惠、土地、电力、数据中心审批，这个都要有。但是有了呢，你不能白给他啊，白给他的话，那就容易腐败啊，政府就容易腐败。那怎么办呢？就直接把这些东西都货币化，货币化了以后啊，你英特尔给我股份，拿了股份，我只管分红，其他我啥也不管啊，我也不派这个董事会成员啊，我也不去给你管日常经营，我也不需要什么知情权，什么都不需要，你给我分钱就完了啊。但是你如果敢坑我的钱啊，那我作为
股东会的议员我去告你去啊，这是可以的。你股东会拿再少的股票，你都可以告他。像当年马斯克的薪资被取消了，对吧？就是有一哥们儿大概是有1手股票啊，就直接冲上去把它取消了。其实这个东西是这么玩的，就是马斯克这个薪酬，很多人看着不顺眼啊，不顺眼呢，就有一帮律师说，我们告他吧啊，我看着不顺眼啊，那咱们找吧，咱们要师出有名啊，你这个光是说我是律师看着他不顺眼，你是不能告他的呀，你要找这个股民啊，他就去找了，找到了一个哥们儿手里有1手股票啊，特斯拉股票，来，咱们一块合作啊，我分你钱，咱们去告马斯克去啊，就搞了这么一档子事情。所以政府要去做股东会，不要进董事会。那么市场呢，还是会有回馈给政府啊，有分红，有这个股份回购，有这个养老金分配，有这种ETF 的配置，主权基金的配置啊，政府是可以拿到钱的。而且在竞争策略上呢，一定要去扶植中小企业啊，要去做新的创业公司的孵化，避免这个巨头公司越做越大啊，这个还是要去做的。而普通人呢，其实也是可以获得收益的啊。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头，大家还都是啊，没有谁是这个纯的无产主义啊，纯的无产阶级啊，没有人是干这个的。美国有401k 啊，那这些人可能也去买苹果呀、微软呀、英伟达、SpaceX 这些公司的股票了，对吧？特别像 SpaceX 啊，7月7号进到这个纳斯达克100指数里边去以后，那你不想配它，你都得配啊！大家都是 SpaceX 的股东。中国其实也搞类似这种东西啊，最近推的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存一点钱进去，1年12万可以不用交税，然后拿这个钱呢去这个定投一些国家指定的这种基金啊，这个公募基金啊，或者一些养老的这种商业养老基金啊。然后这些基金呢，再去投什么大科技啊，然后把这些收益给我们返回来啊，大概也是这么个东西。只是中国因为 A 股的这个股市上实在是不透明啊，所以你投进去到底会变多变少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那么在这里头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啊，千万不能伤了创始人的心态啊，这个是让一个 AI 公司，让一个领先的公司成功的最核心的要素啊，因为一旦创始人心态被伤了啊，比如把50%的控制权给人拿走了，你像三星，比如你真的把三星50%的控制权给人拿走了，那三星的这个李家集团会弄死你的，或者说我都是小股东了，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往兜里再揣点了？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一定要保持创始人心态，他要愿意赌、愿意拼、愿意押上身家性命，这个才是啊这些企业成功的最核心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啊，所有给的政府政策要计价、分红，但不要去管事儿，然后保护创始人心态。如果美国真的把50%的控制权拿走了，但我相信美国应该不会干这个事儿啊。现在虽然是有参议员提出了法案了，但是最后应该很难通过。如果这事儿真的发生了，那中国反而会看到机会，对吧？如果美国的这些 AI 公司 OpenAI、Anthropic、XAI 啊，或者叫 SpaceX 都变成国营企业了，那中国这些字节跳动啊、阿里巴巴呀这些他们就起来了，包括像 DeepSeek 他们就起来了，对吧？虽然这里头也会有国资，对，但是你只要别说这个。一些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事情，其实政府不怎么管理的，对吧？政府内部还有各种的资源，他帮你去找去；政府内部的各种掣肘，他帮你去平去，对吧？所以到那个时候，没准中国就有机会了。最后结尾吧，回到 SpaceX， 回到方向盘啊。这个今天晚上呢，如果 SpaceX 真按照今天这口径上市了，它会让很多人兴奋，也会让很多人焦虑。兴奋的是新的10000亿美元的公司就出现了，焦虑的是普通人又一次发现真正便宜的筹码早就被分完了，对吧？它这个还算是给普通人筹码比较多的啊，正常的这种基金这个公司上市能够自由流通的股份只占所有流通股的可能4%，这一次马斯克大概给了30%，已经算是很对得起大家的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桑德斯那套话术会非常有市场，对吧？很多人说，哎呀，我没买着马斯克的股票啊，等我要上车的时候它涨上去了，那桑德斯说别买了，咱直接没收它一半啊，这多有市场，多有吸引力。
既然普通人上不了车，那就让国家替普通人上车。但是这里要分清楚啊，国家替普通人挣钱这事儿是可以的，可以通过税收，可以通过养老金，通过主权基金，通过 ETF 分红回购，让全民分享科技红利，这事儿都没毛病。政府给你钱啊，给你政策，给你资源，把这些东西货币化以后变成股份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董王现在干这套东西。但是政府一旦替普通人上车啊，替普通人去坐方向盘那儿啊，坐在驾驶位上了，就相当于是给公司派了一个摄政王，给公司派了一个大总管啊。那到那个时候 ，SpaceX、OpenAI、Anthropic 这些公司就完蛋了。它最值钱的不是它今天账上有多少钱，而是他们在未来那些算不清楚的钱到底能够上升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政府只要管，那一脚刹车一定是跺下去的，对吧？先按照过往的这个成本方式给你算清楚了，哪个钱可以花，哪个钱不可以花，绝对花不了，对吧？所以国家可以拿 AI 的收益，但千万别拿 AI 的方向盘。公司可以通过回购分红让全民持股系统来分钱，但是别给公司设置摄政王或者是大总管。摄政王一坐下，创始人的心态就崩了，这个公司也就没有机会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故事呀。这个时候 SpaceX 应该已经上市了啊，看看大家有了什么评论啊。老范好，你好，你好啊，老范有没有必须报班付费学习 AI 影视啊？没必要，千万不要干这个事儿。我每次都会要聊 Codex 今天给了我一个30天以内可以随时免费重置额度的优惠，我没收着啊，我没看着这东西。哎，他是在哪儿给你的？是在邮箱里吗？我看看我的邮箱里有这种东西没？我好像没有。对，我没看到。老范好啊，你好，这是回到美国了没？还是还在日本呢？在新干线上啊，那还在日本。高考完准备读工科，买什么笔记本？推荐一下，要不要游戏本、独立显卡本？推荐什么品牌配置的？我儿子当年买的是 ROG 的幻16 Air 啊，然后呢，那里头现在应该是有5070或者5070 Ti 啊，那个机器还不算特别沉啊，还是可以用的。其实肯定是 Mac 最好，但是在国内上大学的话，因为它大量的软件是只能在 Windows 上跑，如果你买了 Mac 的话，可能好多课你上不了，所以还是买个游戏本吧。桑德斯一个老共产党，对，他就是个老共产党，共产党社会主义者，这个共产私有财产啊，拿走50%不过分，对他就是这么想的这事儿了。市场会调节一切，用共产党那套收归国有，到最后变成红色子孙的私产，这个那你真没办法。点个赞，问个好啊，然后要线下开会去了，周五都这么多会啊，美国股市动荡，生意也有点凉啊，有压力了，好吧？这个希望你渡过难关啊，支持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啊，这个几乎都是能力不足者想不劳而获的人。我觉得是这样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你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就是包括在美国，无产者还是或者说叫屌丝还是占大多数的。所以桑德斯这种论点呢，会很有吸引力。直播嘛，是的。昨天股票涨得不错啊，卖了一波落袋为安啊，没毛病。大公司股票持有10年几乎都会翻倍，只是一个偶然啊，只是一个偶然。行业龙头股，哎，现在你就去买指数基金就可以了。李在明社会主义者，李在明还真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他前面给这个股市征一半税，这才是社会主义者。包括日本的很多税收政策也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政策。日本其实很多公司是挺值钱的，但是他们很多公司的市值
没有他们的账面现金多啊，你出现这种事情一定是不对的。所以日本其实也应该去学一学这些东西。人被 AI 替代，钱都让 AI 挣走，AI 公司挣走了，这两个是悖论啊！人失业谁为 AI 买单？真替代了人，AI 公司第一个倒下吧。这件事情呢，就是大家都在猜未来会怎么发展，但是呢，这个也都没猜出个结果来。现在为 AI 付费的人全都是用 AI 来赚钱的，如果用 AI 的人都失业了啊，这个 AI 不就没人用了吗？这个不一定，会有新的产业产生的。中国移动做的不错啊，这个就不知道你想的是哪一件事情了。有政府部门入驻也不一定是坏事，有些政策上的事情会方便很多。对，所以中国这个就是这些大公司，就是有黄金股的这些大公司跟政府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相互利用，挺好的。桑德斯当年好像还没这么疯啊，反正现在就是越来越神奇了啊，他现在民主党好像也推不出什么人来选来了，对吧？我看好像是哈哈姐又要拉着一位女性的众议员还是参议员要去参选，啊，这回等于是共和党两个男的啊，民主党两个女的，这个男女干活搭配不累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刚看完电影《揭秘日》，马上来看老范的直播。哎，《揭秘日》好看吗？我准备去看去呢。不是邮箱，是 Codex 界面里的一个气泡。哎，我看看我的 Codex，我的 Codex 刚提醒我说，对不起，你的这个额度用光了。我这儿没有气泡。我看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去推荐你的朋友用，是吧？如果你的朋友用了呢，他就这个会给你一个免费额度，叫邀请好友。你像我是今天下午把5小时的用光了，今天上午9点才刚重置了这一周的，对吧？你看我现在要发个邮件出去邀请好友，邀请了以后呢，才可以这个有这个什么啊，这个，哎，我回头可以看看我怎么能够做2期节目来推荐推荐啊，看看是不是能够给自己骗点这个什么回来，骗点这个优惠回来。其实 OpenAI 干了一个特别恶心的事儿啊，这个怎么个恶心法呢？就是现在他干的这个活呢，大家其实很熟悉，叫砍一刀啊。这个拼多多的玩法就是你邀请一个好友，我就允许你重置一次；邀请一个好友，我就允许你重置一次，对吧？他是玩的这个。然后另外一头呢，他要降价啊，他说我要把 token 的价格降下来。token 价格降下来这件事呢，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讲一期啊，这个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在里边。你比如对于 SpaceX 来说，对于谷歌来说，对于 Anthropic 来说，这边一旦把 token 的价格降下来了，那他们的故事就讲不明白了，对吧？你之所以现在你的算力中心值这么多钱，是因为你 token 很贵。那么 OpenAI 说我降价，那这不是直接把锅砸了吗？啊，9点半才开始啊，我记错了啊，前面跟大家讲这个上市的事情给记错了。但我是真的在纽交所下头鼓过掌的啊。更新了就有30天一次的选项啊，好吧，我去等吧。澳洲某零售巨头要裁员，把职位放到印度去。原本以为是 AI 替代我们和印度的 IT， 结果是印度 IT 加 AI 替代澳洲 IT。对呀，就是这样的呀。那怎么办呢？有党支部的公司多吗？哎，其实党支部还是有一些的啊。这个但是党支部呢分2种情况，一种呢是，大国资公司，你比如说中国建设银行啊，那是有党支部的。但是呢，就算有党支部，它也是由这个就是总经理负责，不是由书记负责，对吧？它是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大公司啊，它也有党支部，但是呢，他们这些党支部好多是跟工会在一起的。就是他会帮助这个内部的党员继续过组织生活呀，交党费啊，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会去影响公司任何决策。像我们以前好像盛大里头是有党支部的，到猎豹移动好像就没有了。猎豹那个最高峰的时候几千人，好像
肯定是有党员在里头，但是大家就谁也不说，对吧？说实话一般吧，别去看了啊，这不行，我还惦记着呢，对吧？然后讲一下啊，这个周末呢，我要准备休息了啊，这个明天早上没节目，后天早上大概就是现在这期节目应该也讲了有1个小时吧，然后把这一期节目剪一剪，就是后天早上的节目，对吧？然后会员节目上周更了啊，那么这一周的话。我想一想吧，因为我最近准备去继续更 AI 课程啊，因为我使用 Codex，使用龙虾，使用这些工具呢，也有一些新的心得体会，想去放一些会员课，但是周末未必放得出来了，准备可能晚一些再给大家放出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好，那么我们今天还有2条啊，咱们把它读了再听。如果你们能有不停的有问题扔出来，我就不停的来去跟大家聊天。我更新后也出现了气泡，说有一次重置30天有效啊，挺好的。党支部是可以直接当1把手书记，这个很多事情，比如意见什么，可以快速传递到当地书记那里。啊，没有那乱七八糟的啊，就是你是某个公司的书记，跟你是这个政府的书记是没有任何之间的通道的啊，这个不用想这事儿。直播开盘呢，这个开盘我就不等啊，还有10分钟不等了，等着大家自己开心的去开盘吧。再见再见啊，你也到站了啊，这个挺好啊，你这个做的时间好长啊，做了1个多小时。不等9点半开市看马斯克成万亿富翁吗？不用等，不用等，这里头不会有任何的悬念的，而且到7月7号还会涨一波，对吧？7月7号因为筹码少，这个新的基金进来必须要涨。RAG 用什么架构啊？是用什么架构的？RAG 我现在用的是千问3 embedding 和千问3 那个 re-rank 啊，都是用的8B 的模型。然后呢，我现在用的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pgvector 啊，因为我觉得我也没那么多数据，pgvector 的这个效率已经很够了，对吧？另外我还用了一些这个MongoDB 的东西啊，就是我在 MongoDB 的服务器上还有一个500兆的免费空间，对吧？那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然后本地的话还有LanceDB 也有一点点，就是其实都有。但是效果一般。央企现在是书记是1把手啊，这个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突然想去京都溜达，去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现在我们有200人，你们都点赞了吗？最后点一波赞再走啊！那么我们就到这里，大家再见。